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搞了一期安卓旗舰视频擂台赛，每期会让2部欧手大旗舰进行1v1 PK。视频的结尾，我会让各位彦祖们再根据前面的表现进行投票，胜出的将会迎战下一位选手，最终的擂主将会成为安卓平台的代表，和 iPhone 来一个终极 PK， 看看这2个平台目前还有哪些差距。第一期呢是三星 S25 Ultra PK 小米15 Ultra， 三星以 97.6% 的压倒性优势获得了胜利。第2期由于华为 P80 Ultra 的呼声特别高，虽然它已经不是安卓大旗舰，但是我们还是搞了一个鸿蒙踢馆赛。截止我写这篇稿子呢，有 95% 的彦祖认为三星 S25 Ultra 的视频能力更强，所以很遗憾鸿蒙踢馆失败，三星继续守擂啊。那么这一期将会是谁来攻擂呢？我看了一下评论区和弹幕啊，呼声最高的是 vivo X200 Ultra， 所以 vivo X200 Ultra PK 三星 S25 Ultra， 它来了。这个场景我们将手机从特别暗的地方迅速移到特别亮的地方，可以看到 vivo 的测光非常迅速，三星则是一种慢悠悠的策略。大部分旗舰手机它的自动测光的策略都会非常快。前2期呢，小米15 Ultra 还有华为 P80 Ultra 都比三星快，这一期也不例外 ，vivo 快的惊人，非常牛掰。大部分人肯定都是喜欢这种更快的，但是事情往往是有两面性的。如果主体本身明暗变化比较快 ，vivo 的这种机制呢就会造成画面的闪烁。三星更慢 ，vivo 会闪，你们更喜欢谁呢？然后就是夜间的这个场景，三星在测光上还是比 vivo 更慢，但是招牌上的细节看上去呢会比 vivo 更多。这组是宽容度的对比，画面中会同时包含特别暗的地方，然后和特别亮的地方。第一组是广角。先看白云，当时的场景呢是下午2点的大夏天，阳光刺眼到，如果盯着这朵云看个10秒钟，闭上眼你还是会看到这朵云。这个场景呢，我估计90%的手机的广角都会阵亡，因为前2期的小米15 Ultra 和华为 P80 Ultra 就在这里纷纷翻车了。但是今天的2位呢，都展示了恐怖的宽容度，白云的轮廓都非常的清晰，边缘还是能看出点层次的。但是如果我们看树叶的边缘啊，2位都出现了点问题。三星是树叶的边缘出现了一闪一闪的尾色，上一期也出现过，我错当成了紫边。vivo树叶与高光交汇的地方则出现了算法的穿帮，就一圈非常违和的白色，你就感觉这树叶后面还有一朵云，但看看三星又能确认后面是没有云的。然后就是颜色，三星的颜色呢，你就能够感觉出它过分美化了，天空蓝的有点不真实，真实的天空应该是 vivo 这个色号的，但是 vivo 它整个树叶的质感又有点泛白，看起来呢会有点不太好看。暗部的细节 vivo 会更多一点，不过差距其实也不是很大。vivo 能识别的细节，三星基本都能识别，但是 vivo 的边缘大部分时候会有一点强化。我们知道，由于 vivo 今年不走寻常路，主摄它弄成了35毫米，和其他选手的23毫米呢，其实不太好直接对比，所以呢，我们直接比焦段，23毫米是三星主摄的原生焦段 ，vivo 呢则需要通过广角裁切。先看高光部分，云的细节呢，显然是三星会更有层次一点，尤其是这个地方。再看大楼的窗户能够明显感觉出 vivo 它有点力不从心了。照片中其实已经分辨不出窗户围栏的细节了，草地上的这块标识牌可以看得出来 ，vivo 已经动用了 AI， 干出了一串未知文明的符号。看来1.6倍的裁切对画质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三星的主摄也依然有亮部尾色的问题，在这一闪一闪的。大楼的这块呢，还出现了彩色摩尔纹，不过 vivo 这边更猛，竖条纹给整成了更时尚的斜条纹，而且还会呼吸，就感觉这一块是一个伪装成大楼的克系生物。再看暗部 ，vivo 在观感上会更亮，但给人的感觉是强行提亮，导致这块有点泛白。再仔细看细节啊，其实是三星的细节会更多，无论是上边的草丛还是下边的石头。再看35毫米这回 vivo 是原生焦段，三星呢则是1.5倍裁切。高光处的云呢，三星的层次呢貌似会更丰富一点，但其实可以看作是差不多水准啊。大楼上的细节也是。底下的这个标识牌 ，vivo 在没有 AI 接入后呢，观感会提升了一大截，细节比三星还要多一点。再看暗部，细节表现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水准，区别是三星这边呢还对暗部进行了提亮，不过这个度把握的还是可以的，没有太过，导致像前面 vivo 广角的那种泛白。这2部手机呢，厂商基本都会宣传他们的视频拍摄能力多么的牛掰。诺兰要是来了，直接拿它拍《星际穿越2》，问题都不大。那么他们到底能不能干专业的活呢？这里我就用这2部手机拍摄了一支简短的广告，有些画面是用三星拍的，有些画面是用 vivo 拍的，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他们谁的画面更适合用来干活。有这么一个品牌，连续6年蝉联手机散热器品牌 Top 1，它就是黑鲨。这是最新款的黑鲨5 Pro 散热器，480颗钻石碎面呈现出星河璀璨的梦幻炫彩灯效，采用 S-Core 的散热系统，独家定制乔氏4210大尺寸风扇，突破性实现了单体降温45度的新纪录，全球首创魔方模式，18颗 RGB 灯珠，每一颗都可以单独调节。黑鲨装备箱 APP 可对各项参数实时监控，并可对灯效、性能、按键以及保护机制进行个性化定制，具有双 NTC 过温保护、高温保护、低温保护、定时关机等功能。使用42107叶静音风扇，上下流体风道，无噪声 TEC 制冷，12N 高磁吸力，狂甩不掉。全新第2代可拆卸抓手，1/4螺母接口，还可以适配各种直播场景。黑鲨5 Pro 为全球玩家打造的超强游戏外挂。
这两部手机作为影像旗舰，其实白天的解析力没有什么好比的，因为只要光线充足，你拿几年前的手机过来，照样能拍大片。所以我们直接挑战难度更高的夜景。首先是广角，看树叶，vivo凭借着大底的优势，亮度、解析力还有噪点的控制都是要比三星更好的。然后就是高光部分看树上的 LED， 三星大部分都是过曝状态，远处的招牌呢也是 vivo 的表现会更优秀一点。23毫米是三星的原生焦段 PK vivo 的广角裁切，看树叶三星一片一片的，轮廓很清晰。vivo 的这个呢就有点勉强了，有一种莫奈的画动起来的感觉。光影的处理非常有感觉，但是不能放大凑近来看。再看远处vivo 高光部分的处理和三星已经很接近了，但是毕竟是广角裁切，解析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再看35毫米，三星纯主摄裁切 PK vivo 的原生焦段，vivo 的细节呢瞬间提升，一脚把莫奈踹回了法国，而且画面非常纯净，观感也很不错。三星的细节呢也非常丰富，有些地方的细节甚至比 vivo 还要多，比如这个树干，但是噪点也非常多。如果放大看，观感会没有 vivo 更讨人喜欢。高光的表现呢，两位都非常接近这一块的这个 logo vivo 还原出来了，但是画面看上去还是没有三星稳定，一颤一颤的。接下来就是三星最弱的3倍镜 PK vivo 的大底3.7倍镜，这两颗镜头在硬件上的差距那是非常大，所以差距也是很明显的。看阿姨的裙子，vivo 这边的纹理呢会非常的清晰，画面也比较纯净。三星这边纹理形状就比较难识别了，高光部分的细节呢也是 vivo 的细节会更多。5倍焦段则是三星的原生焦段 PK vivo 的85毫米焦段裁切，三星的观感比刚才的凑数3倍镜有了提升，高光部分的表现甚至要比 vivo 的观感更好。但是暗部的细节呢，看上去还是和 vivo 有差距。阿姨的这个裙子的纹理终于可以看清了，但是噪点比较多，看起来没有 vivo 更纯净。两位选手广角和主摄的对焦度非常明显，基本都能做到露头就秒强到离谱。但是我还是发现，目前对比的3部手机在长焦的对焦稳定性上，还没有谁能干掉三星。vivo 的问题出现在了长焦的这个场景，明明前一秒明明已经对上焦了，但是下一秒又切回到了刚才的树叶上，很迷惑。然后还有概率会出现这样的移动镜头的时候全局失焦的一种状况。当然 X200 Ultra 的对焦能力是妥妥的第一梯队，只不过相较于三星会有一点点不稳定。现在的影像旗舰基本都能拍摄这样的带有背景虚化效果的人像视频，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两部手机的虚化效果，它们的虚化程度我都调到了最高大家可以看看我背景的树叶以及我人物的边缘有没有穿帮。三星的人像视频支持2个焦段，分别是主摄和3倍小长焦vivo 则支持全焦段。现在是 vivo 的14毫米对比三星的1倍，现在是 vivo 的35毫米对比三星的1倍，现在是 vivo 的85毫米对比三星的3倍，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效果。当然，拍摄这样的人像视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随着算法的升级，现在的人像视频还可以用来拍物体。不过我也发现很多时候面对一些相对复杂的场景，vivo 的虚化效果并不能生效，比如这个场景，还有这个场景。两部手机的前置呢，其实在今年的 Ultra 大旗舰中，硬件规格是属于非常一般的。首先是两部手机的焦段就不太适合用来直接进行手持自拍。现在看到的效果是我手持的一个自拍杆。那如果不使用自拍杆，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可以看出 vivo 的默认模式就做了一定的磨皮效果，三星默认情况下是没有什么美颜效果的。不过还是能够感觉出来，三星对肤色进行了一定的提亮。然后是两部手机的前置都能录制这样带有背景虚化效果的人像视频，在我这个发型的加持下，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穿帮。但是三星的规格它会更高，可以录制4K 30的人像视频 ，vivo 它就只有1080P 30。现在是前置防抖的一个测试，还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三星跑起来后脸还是比较清晰的，vivo 无论是人物面部还是背景的抖动呢，都会更明显一点。我们知道一个最简单的提升视频质感的方法就是拍摄慢动作视频，那么这里就不得不夸赞一下 vivo 了，它能够支持全焦段 4K120，是目前旗舰手机里焦段覆盖最全的。三星它就只有广角和主摄支持 4K120，相较之下会没有那么方便。但是三星可以曲线救国就是在三星的这个相册里，还可以将大部分的视频慢放8倍或者4倍，这就意味着呢是可以用它的这2个长焦拍慢动作的，而且还是4K240。我知道这个时候你们肯定想说，不就是插帧算法吗？会穿帮的好不好？有些场景确实会穿帮不过我也试了一下，这种日常的场景问题不大，很像那么回事。基于三星的这个功能呢，还能实现一些骚操作，比如我们可以先拍摄这样一段带有虚化效果的人像视频，然后再在相册里慢放，这样不就可以拍摄带有背景虚化效果的人像视频了吗？我们可以称之为电影模式2.0。这个是两部手机广角的默认模式下的防抖，非常的接近，都非常的优秀。这是长焦10倍焦段默认模式的防抖，表现也很接近。看过前面2期的彦祖应该知道，这个是非常强的。但是主摄我搞不清楚是为什么 vivo 在默认模式下观感就不是特别好。
这个场景左边我打了一盏红色的灯，右边我打了一盏蓝色的灯。记住现在相机所拍摄的画面，相机的画面呢也是比较接近我肉眼的实际观感的。再来看两部手机拍的，你们觉得谁的白平衡会更接近相机呢？再放一组小米15 Ultra 的样张，来凸显一下这两位选手的优秀。两位选手所有的对比项目就是这些啦，到底谁的视频能力更强？相信看完前面的对比，你的心中应该有答案了。那么投票吧，票数更高的将会迎战下一位选手 OPPO Find X8 Ultra。OK， 这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啦。如果喜欢我的视频，不妨给个3连，点一下又不会掉头发。